以我们看看国际上的几个大议题里头。大家觉得好惊讶，波音又出事情了，记得吗？上次飞到一半，在高空中门掉了，哦，火烧飞机，现在又有出包的状况。达美航空一架757客机，上个礼拜六在亚特兰大机场居然起飞前还在起飞，已经开始飞了啊。在滑行啊，突然发生鼻轮脱落，滚下去跑道了。那赶快有塔台那边有其他人注意到了，通知了塔台，呼叫他说这个飞机有问题等等的，他们赶快通知停止啊，不要飞了。飞机上有172个人，差点又命悬一系。到底发生什么事？波音的飞机一天到晚都有这种状况，那么包括舱门脱落、飞机擦撞。连布林肯都因为飞机出状况没有办法得换小飞机回国，那空中起火，这么多的状况，波音有没有可能这个生存这个订单全部飞光了 ？FAA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声明，告诉大家说已经暂停采购737 MAX 的生产扩张，包括了737-9啊，还批准了要对停飞的171架。波音737通通都要逐一检查，这个让安全问题最基本都没有办法放心的时候，还得了？那当然，这个美国参议员还见了波音公司执行长，告诉他说：“你安全要高于利润，其实不是本来就基本，你没有安全也就没有利润了嘛，你没有商誉了嘛。”那戴夫惠这位波音 CEO 现在也蛮头痛啊，因为包括了相隔4年，好不容易再一次跟中国可以交付这个737订单的，结果现在有一连串这些事情啊，显然这当中还有一些变数会发生。而现在空巴啊，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也赶快趁这个时候来抢单吗？在这个各种成都这里投运，进一步抢单来了，波音要先抢第一个这个可能性的订单之外，当然还有自己大陆的国产飞机，大陆国产飞机 C919要迎春运首秀啊！哈，在这个春运里头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京沪啦、沪蓉的航线，通通都准备要在这些地方展现它的影响力，投入几百亿的生产的这个国产大飞机，有没有机会未来干脆这个之前采购的波音不要了？国产或者是空巴来取代，不知道，而且不只是航空的飞机、民用机而已哦，包括中国研制以裕隆为首的中小型航空飞机哦，也在研制这种所谓的新的混电动力的系统，成功的有各种的研发的系统，让大家觉得，也许航空展所上面看到的这个新的系统有很大的空间吗？或者是像本源悟空啊，说美国使用者排第1啊，影响了全球，或者是对后太空大战目标对手已经不再是 NASA 了。港媒报道说，大陆现在自己的太空站测试各种晶片取得的优势，在中国的太空领域上面的争霸战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不用再看着 NASA 的脸色了吗？亮哥啊，波音这些消息，我们从第1件、第2件看到现在，实在是觉得离谱至极。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行业长期就只有一家公司了，就会有这种现象啊。那空巴因为它是不同国家组成的嘛，所以我认为它内部还有一定的制约监督的机制。那美国连那个飞航的主管单位都是波音出身的，自己人，所以我跟你讲，它内部的腐败或者是故意护航这种情况，一定会比空巴要多了哦。所以我就跟你讲，这跟我们台湾一样啊。我们台电除了台电一家，还有哪一家？对不对？那所有懂电力的几乎都是台电的人啊。那就会互相护航嘛，牺牲小动物。那你看中油有台塑石油啊，所以中油就不敢乱讲话啊。所以这个我认为美国这个波音体制真的有问题了。就是我也看过一些报道啦，就是说美国的一些飞航的主管单位，那有时候就会放水了，那就可能就因为这样没有被罚嘛，那没有追究到底。那现在就是坦白讲，这个问题如果是不断的发生每个月都2、3件，这太恐怖了。谁敢搭啊？光我过年可能要搭他的飞机，我都很害怕。惶惶不安啊！卖最久的，卖最久也卖的最好啊！开玩笑。这个就是你停飞嘛，美国一定先停飞啦，那中国大陆一定也停飞啊。中国大陆事实上好像已经进了差不多96架。本来还有新的订单要一直进来，本来要进了好久，要开进了3年要开放，现在又停了嘛，就是这样啊。那这个当然会有2种结果啦。第一个就是
空巴的订单就比较顺嘛，那它就有更多的钱投入研发，没错。那空巴跟波音的那个差距就会拉开了啊。那第二个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就开始做自己的飞机啊，那我飞自己的比较安全啊，那至少。订单根本接不完嘛，中国大陆市场那么大，需求量很大，甚至于它会慢慢吃自己的市场，也吃到东南亚，就会慢慢的，波音这种比较中短程的飞机就会被取代掉了，那长程的飞机就被空巴给击败了，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啊。这已经不是核心能力的问题，这已经是体制的问题。对哦，因为上次连那个紧急的座舱门都会掉下去，太夸张了，太恐怖了。我都很喜欢坐在那个座舱门旁边，脚比较收，你知道吗？掉下去连晚可以看得到，晚上做梦都想到自己被拉下去了，太可怕，真是吓坏所有乘客，不是吗？欢迎回来。当我们如果现在要搭飞机的时候，光想到最近波音所发生的状况，就已经让大家很惊吓了哦。那所以全球的航空业有没有可能因此产生重组？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航空业的这个飞安跟利益根本就是不可等量而观之啊。这个议员，这个 Senator 他讲这个话，其实讲起来等于是在羞辱美国的波音公司了。因为你这个航空，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大家都讲得很清楚啊。你坐飞机最担心的就是掉下来嘛，你现在门掉了，轮胎掉了，然后这里破洞了，氧气漏了。你开着玩笑啊！因为我们平常来讲，光听的消息，那你还没有露出来的呢。我跟你讲啊，首先这一定有2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说，你在整个管理上一定有出问题，你知道吗？你有 SOP 吗？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这个工人的素质啊，也要注意一下。为什么我讲到工人的素质问题啊？因为我曾经自己收过一些资料，看那个台积电到亚利桑那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那个美国的工人是很会搞工会的。居然把台积电讲成血汗工厂啊！那个时候我都吓了一跳啊！结果台积电一到了美国，完全不行然后他们的那个刘德英马上讲说，我们没办法盈利了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呢，这个航空业呢，你要了解，大陆的 C919 啊、C929什么的，大陆在发展航空业的过程当中，不是为了一口气而已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也有能力来发展。那么这个 C919 的话呢，今年的春节开始就要营运了，从上海到北京啊，或者来回，或者是上海到成都啊，或者来回东航的要营运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呢，你一个公司你飞得越久，我觉得这个是天佑中华。他有这个机会，因为你现在大家都发觉说，你不能光买这个 Airbus 你现在它不够对不对 ？Airbus 本身的产量要转交给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 Airbus 有很多的这个订单要转回来给波音因为他自己来不及生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觉得 C919 要靠他自己的实力。总而言之，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航空业的发展是风险非常大的。你投资，你只要一出事，你就什么都完了，什么都没了，对不对？那另外的话呢，我要聊一聊大陆这个发动机的部分还有这个量子电脑部分，我要强调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里头有个好朋友嘛，他们一些介绍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量子科技或者说是量子计算的发展。大陆现在的话呢，基本上来讲，我请大家稍微注意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里面有一个团队从一开始是从那个少林寺的长本凳开始，几个人很辛苦，慢慢搞起来。现在搞起来的话，他们在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是有一些具体的成果而且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涉及到数学人才涉及到物理人才，在量子的计算当中的话，那大陆本身来讲呢，目前为止有一句话，我觉得大陆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就是说呢，这个呢，在资讯时代之后，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之后，现在在比的是比量子计算的能力，就是比算力了你要了解这个算力，当然虽然我们哲学家对讲到算力的话，如何应用是大家都在关怀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也说明大陆本身这个发展上来讲的话呢，是想要跟世界先进国家做比较的，飞快的在进步当中。欢迎回来。当对于飞安，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安全嘛。那如果像波音这样一再的发生这种离谱的事件，当然对它的市场占有还有民众的信任度一定大打折扣波音是标准的先见不老先低压早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波音是在很大的政治力的推销下，它成立市场，所以庞巴迪被干掉，在加拿大的，还有巴西航空
被干掉。事实上，他们两家都早有能力可以发展类似这种737这样子的，我们叫中小型飞机啊。那在美国的支撑下呢，美洲的这两家就等于是被干掉了。同样的，波音的销售后面都有很强大的政治力，而这个 Airbus 的销售基本上是经济利益比较多。所以你注意看，台湾被逼买了多少美国的飞机？对，是不是波音就是当年的 DC， 上次议员来公开的讲，就是公开的买讲，那卖到嘛，以前是这样，那都是被逼的。那这个Airbus 呢，基本上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他从经济就是说我做得好，我卖得好，我来推，因为它是一个跨国的公司组成。而法国也没有足够，虽然最后主张是挂法国的牌子，法国在国际的政治力要去逼迫人家买啊，大概是难。所以波音呢，就在美国政治力的这一种扶持下呢，他忘了他自己是老几，因为我只要有政治力出面，你就要买嘛，那么没什么了不起。这一个差别。第二个，波音呢为了节省成本，它的零组件现在包给海外啊，非常非常的多。不是包给海外不对，不是全球化不对，而你不能亲自的去掌控到这些零组件的时候，而且跨海去拥有的时候，你的压力就很大了。一般的零组件呢，会在就是说大型会在大型的部分上，比如说我整个机翼。是好，选后呢来看看赖清德这位史上最少得票数的总统，他又做了什么呢？比较起我们刚刚前段谈到，民众党在尾牙上面，落选的立委打完仗的立委，像蔡壁如没有邀请尾牙，民进党的尾牙落选的通通找去哪里？赖皮寮附近，就是说，他说呢，很多不符合社会期待在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所以呢，他除了向各地的竞选干部支持者表达谢意之外，也希望民党有持续检讨，重新赢回民众支持。看起来姿态是柔软的，但是为什么会选在赖皮寮附近请客，让去参加这个落选参会的几个委员去，还要去打个卡这是有谁？看云林苏治芬是从云林上去的耶，那马祖更不用讲啊，搭飞机啊。台东赖坤成也是啊，台坤成后来还是因为这样去了赖皮寮附近餐厅吃饭嘛，后来跑去打了个卡，他自己也称赖皮寮，好不好？然后跑到新北万里去吃饭，到底是为什么？当然，帅花明将军在我们节目上来分析，这个是个性，这个是他的政治性格。你们选战当中就打我的赖皮寮，到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正面的回应，那所以干脆我就凸显，管你们的，我选赢了，怎么样？我就是在这里选上了。意味非常的强烈，那以至于这种个性被认为是不是很直傲呢？甚至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温而制战，这是他认为的。那么如果未来我们三军统帅很容易在两岸的严峻情势里面动不动就是这么的固执，就是这么的，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话，当然不可预测性跟风险就会很高咯。而赖清德现在面对的4大的社会问题里头，选战当中大家讨论过，现在只是更明显的把它总结出来，发生在我们的整个数据里面而已。例如外销订单被公布出来，年减16%，而过去的这个16的衰退率之外，工业生产也出现了连19黑的消息，表现比市场所预期的还要低迷。那本来蔡政委是说我们经济很好啊，景气会回春啊，那现在看起来下半年能否复苏都还有问题，更何况还有马上可能要涨的电价，台电亏损已经高达3826亿，台电4月份要不要涨？可能涨幅会高达25%，还有一场大战。那么这一涨，当然民生各种用品的通膨也更不用说在话下了哦。那选后，美国海军第7舰队第一次这艘驱逐舰通过了台海，那这一次也是台湾总统大选后，美国驱逐舰首度穿越台海的这样的行动，展现什么呢？华府智库说，中国5年内无力犯台，有能力可以封锁它。当然，刚刚讲舰队通过，民进党政府就强调宣传说，这是代表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但是是这样吗 ？CSIS 美国的华府智库是说，未来5年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低，但是可能会对台湾采取孤立啊、隔离啊、封锁啊，甚至像1996年中国在台湾边境的大规模军演一样。学者说法很多啦，也说可能万一被逼着
这个赖清德被美国要求做一些很危险的决定的时候，那就更危险啊。所以各种预测都有。那台湾自主性在哪里？我们只看到了今天新兵入伍了，他们在剃头的过程当中，家长很担心，因为现在兵役已经延长为1年了。那么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会不会成为第一次要上战场这第一批人呢？家长的忧心忡忡。那当然，接下来台海的安全，也就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啊。选前大家喊了这么多，但选后目前局势仍然是如此。亮哥怎么看赖皮寮的这个宴请？这个真的很奇怪啦。这个赖皮寮大家公认是让他失分的地方，然后他一定要在万里请客啊，也不管有一些人是从中南部上来，交通不便啊，这个上反映出他的一种个性，你知道吧？因为我有去对比陈水扁2000年318当选的当选感言，还有赖清德1月13号的当选感言啊。陈水扁39.3当选的，你是40.05，对不对？所以当晚你就知道你是双少数啊。陈水扁讲得多低调啊！陈水扁知道民进党第一次执政，这是国际上的大事啊，所以他就讲说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跟善意。那个时候两岸都还没破冰呢，他说就通航问题、投资问题，甚至包括什么军事互信，他列了一大堆议题了。上次你念的那个，对，然后展开制度化的协商这样啊。那后来520他的就职演说就讲4不1没有嘛，这大家都知道。对。结果陈水扁5月民调就冲到60，因为大家对第一次政党轮替还是有点敬意的啦，他就觉得说你那么认真在面对两岸的情势，所以就有点对他期待这样。赖清德，你来对比啊，赖清德1月13号当选，他就直接讲说我们是今年民主阵营第一场选举，我们胜利了。第二句话就是我们抵抗了外部势力，中共介选失败了。对，然后第3个就是说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不会走回头路，对不对？对，然后他就讲这种话啊。美国吓得隔天就来了，那个代表团1月14号就落地了1月15诺鲁就断交了，所以帅化民将军会感到忧虑，这不是没有道理啦。就这个人就是偏执啊，又固执又偏执，他就只看到他关心的事情，他关心的事情就是说我就是赢了，我今年全世界听说有将近70场选举了，那台湾是第1场嘛。我赢了，我代表国际民主阵营打赢第1场战啊！那你这个不是冲着中国大陆在讲话吗？是人家在选前就已经跟你讲了，你当选之后你会碰到很多困难啊！你真的以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就没事了？你真的以为这样啊？事实上，我最近一直在重复一个观点啊，我说陈水扁跟蔡英文好歹是努力过的，那他们只是因为你没有讲出两岸定位。所以大陆还是已读不回嘛，可是2个人都是没有交补考考卷，都是59分啊，你赖清德是0分你要搞清楚啊，赖清德你是0分啊，因为你从来没有交过考卷，你知道吗？你对两岸的议题从来没有交过考卷啊，所以人家对你的努力是根本看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嗨成这样所以你看。他从诺鲁断交之后，他就不讲话了，终于被当头棒喝，开始知道问题有多麻烦。可是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比如说我现在也没有看到民进党的败选检讨他可能认为我就是赢了你的选票少了17%你的立委选成这样你是党主席我现在没有看到败选检讨所以你看那个一大堆民进党的人昨天抓到王志安就扑上去了，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转移焦点的地方，是，就连1450全部出动，党公职全部出动，攻击王志安，顺便报仇民众党。对，贺龙让柯 P 有那么高分，赵少康上你的节目，对不对？通通来大报仇。道德标准现在突然好高我就是大报仇就是因为你赖清德没有做败选检讨嘛。所以你没有在党内酝酿一个自我检讨的氛围嘛？你还请大家到赖皮聊嘞，所以你去看，你如果是这种氛围，你根本就认为你赢了，你知道吧？
所以大家现在是要追杀谁造成我们选票降低啊？去追杀别人啊！第一个被追杀的就是贺龙，真倒霉，真的就是这样啊！因为贺龙跟黄国昌还有赵少康都让2个人得分啊，所以第一个被追杀。因为这个追杀不符合比例原则啦，太不符合比例了。有够夸张的我跟你讲，我们移民署对王志安也是不符合比例。是像这种行为，大概比如说禁止1年，差不多了，他禁止5年呢。 5年我靠，禁止5年呢，最高所以这个是在干嘛？都在秀忠诚，是不是？因为移民署的官怕做不下去，是不是？赶快跟赖神表示，我这个抗中保台非常彻底啊！记得要留我啊！520要留我啊！就是这样嘛。然后一大堆党公职都在比强硬啊，趁机追杀贺龙，来报复你。怎么可以对赵少康、对黄国昌这么好？顺便报仇民众党嘛。民众党你还想支持游锡堃啊？你不要蠢到这样吧。是，刚刚有最新的消息，记得吗？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踢爆说，黄珊珊到现在还有双重党籍。第一时间的时候，陈志涵怎么出来讲的？哎呀，我们是柔性政党啊，所以我们是不在乎有没有双重党籍等等。可是民众党的刚刚中评会已经召开临时会，做出了决议，不分区立委如果在2月1号以前没有辞掉另外一个政党的党籍的话，就不能够接任不分区立委哦。所以黄珊珊这一关，他当时参选台北市长是无党籍，他现在如果不辞掉原本的亲民党这个党籍，他就没有办法担任不分区。所以民众党当然这种还在各种的斗啊什么斗法呀，还在持续当中。但是委员怎么看？像赖清德这个做法，我觉得偏要在万里。是在整个我先讲那个王志安被民进党修理，我也觉得很奇特啊，因为基本上他是在节目里面，他是批老共啊，对，批老共的，对，那也就是说，现在靠过来的这些在大陆靠过民党这些小心了。当你的利益跟民党冲突的时候，当场把他干掉，就说跟老公一样，他们的那是一样的，对不对？我这是批老公。还有一个绿媒说他是中国卧底，对不对？所以记住啊，你要跟民党在一起，就好好的拥抱，绝对的效忠，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点的偏差。我为了我的价值啊，都好的戏啊，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民进党的混乱。第二个呢，就我们简单的再来看赖清德的这个事，你不是说要公益信托吗？又忘记了。那认真你就输了。从你上一段的话题延续。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我跟你讲过，我忘记了呢。因为既然要是公益信托，就表示这个房子的存在是不妥。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所以我用公益信托在选举把它给过关了。那选举一过逃鬼心得鬼也就算了，还要在这里什么彰显？对，我就是在这里被你们打的，我就要在这里站给你看。不然你要安怎？这种嚣张固执的个性，绝对是蔡化民将军所讲。其实不是蔡将军讲，我们所有的人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当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的主观的情绪影响了你的决断。比如说，当时这个台南市议会200多天不进去啊，你有道德的制高点没有错，但是那个制高点却把你的应该存在的法治完全的践踏。同样，这也是一个道理哦。全国都认定这是一个违章建筑，除了民进党的选举团队不认定之外啊，全部都是认定的，认定到你必须要公益信托。结果你在这里什么？在这里要宴请，这是告诉大家，唔免惊，你们别屌啊，这关刀。这种嚣张，这种顺风兄可能证明了这是龙穴。对，小心呐，龙会变虫啊！我跟你讲，气要多接近。对，但是气的都不是正气人，都是负气人，因为都是落选的。哎呀，来要搞负得正的，有道理，对吧？所以啊，不要玩这些游戏。你这样的做法是的确是让人家恐慌的，因为孩子就在这几天剃了光头，要去当1年的兵。而他们未来的总统是一个可以负气，然后为自己的一己的执念呢，可以恶干到底的人。所以爸爸妈妈当然担心。当然，对，教授，我就觉得说是这个刚刚2位委员呢，他们
我自己啊，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因为我没有刻意的凸显，但是因为我成长的环境，目前选后接触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这个赖清德呢，其实在表现呢，选前的时候呢，很固执、很偏执，选后呢，很嚣张、很得意。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感觉到，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讲说，你会让，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清楚，就是陈水扁刚选上的时候，唐飞当行政院长啦，钟玲啦当你要记得这是个动作，这是个姿态。啊，这个姿态要做出来，为什么呢？亮哥常常强调，拜托，你现在是全民的总统啊，哎，你不现在不是这个，光是照顾民进党一党而已啊，对不对？而且的话呢，你之前的话呢，除了赖皮聊以外的问题，你自己本身讲到，大家都会发觉这个事情啊，又是又哭了5次嘛，为了这个家里成长的环境哭了好多次。那一个总统的话呢，赖皮赖到这种地步，那现在表现这么固执，又这么得意，又这么嚣张，那你要对于整个群体当中有60%人觉得很不安心啊？为什么呢？有3种人会觉得很不安心啊。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人觉得很不安心啊，你等于是逼美国人要直接兑现他自己的实力，美国人基本上没有准备好啊，但是美国人又不能够说我完全不行啊，所以说是一方面派人来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赖清德自从一开始嚣张了几分钟以后就不太敢嚣张的，大概美国人就讲了一些话，讲说你这不行嘛。一开始葛莱义就跟你讲，你现在做什么？你要赶快协调，赶快放弃你的台独党纲。第二件事情，所有入伍1年兵役的入伍的这些家长们，他们会担心。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荒唐，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讲求理想人。我自己替中华民国服过2年兵役，我跟外国人一讲，把这个用英文讲出来，他们很得意啊，他们会觉得说哇。那个尤其是讲法语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你曾经为国家服务过2年，因为用的字就侍服啊，那个 service 跟那是同一个动词啊，所以这个讲起来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在美国当过军人也很光荣，那在台湾现在怕得要死，那家长居然讲这种话，剃了光头，好像一副回不来的感觉，担心啊。第3种人很担心，就是全台湾的老百姓啊，大家都很担心啊，因为你赖清德的话呢，表现各方面来讲话呢，你一戳。你就会有强烈的反弹。实际上的话呢，我刚刚就碰到讲说他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200多天没有进入议会的时候232，我正想问说他有没有领薪水啊？肯定有的吧？有啊，肯定有这样。那你就了解嘛。你就了解本身2手都拿嘛，对不对？那么一手的扯着裤腰带，另外一手还指着别人不对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这个本身来讲，你这个3种人呢，你都要照顾。你现在是全民的总统，这个票的结果一开完以后，你不是你得意的时候，是应该你谦卑啊！你最起码要谦卑5次以上啊才可以啊，对不对？这个话本身是蔡英文讲的，蔡英文那时候讲，因为对于老共来讲的话，现在大陆基本上对于这种时间上，不会给他任何的时间的。蔡英文还过半呢。是。对了，蔡英文很高啦，很高了。我补一句话，就是陈水扁叫做听其言观其行，这个蔡英文就是未答完的问卷。对，对。然后呢，到了赖清德，这些话都不会用了。没有了啦，都不会用了。那你说都不会说，下一句话会是什么？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不知道，就是准备这个义务役的人去上。只要我喜欢什么不可以嘛？你们搭高铁来，什么再搭很远的车有什么关系？就是要来我赖皮寮吃饭，这就是他的风格。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立刻来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政治大白话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的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浅秋好，大家好。当然，现在政坛关注焦点都在立法院龙头之争，那么现在还有各党团所谓总召之争了哦。但韩国瑜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由战斗蓝所举办的对于新科立委如何当好立委的这样子的座谈会，他怎么说呢？听听他现场谈话。老鹰在悬崖上起飞啊，那个小鹰啊。很兴奋，第一次要起飞，爸爸妈妈在旁边很着急，他就开始要展翅高飞。就神奇的事情，只要他展翅成功，他就翱翔9天，自己成长去50了。但如果他失败了，他就掉下去，你就会看到北极狐狸啊，嘣一叼就叼走了。可是失败的小鹰太多，他就把它埋起来，抓下一只小鹰。立法委员不是一样吗？你很兴奋，第一次当立委，你要展翅高飞的时候，如果受伤了，
摔下去，怎么办？谁是狐狸？当然，大家想，哎呀，赖清德吗？柯文哲吗？柯建铭吗？游锡堃吗？不知道。但现在谢龙介表态公开的说，如果民众党挺的最后是游院长，让国会龙头之争游锡堃当选的话，那么国民党连副院长都不能够接。所以游锡堃现在的态度呢，虽然他在受访的时候讲他信心满满，但是他办公室大家已经看到他在打包国会办公室，这个院长办公室外面有很多纸箱啊，看起来在清理啦。但他说，如果万一有什么差错就离开啊，所以先准备嘛。更何况办公室定期也要做一个整理啊，所以是不是做好心理准备，还是信心满满？有一些动作可以观察一些猫腻啦。而傅崐萁在退出了党内所谓副院长之争的这个选举啊，兄弟情比较重要之后，他开始宣布他要跟赖士葆争党鞭这一份工作。那他能够战柯建铭吗？那赖士葆要拉着韩国瑜说，8年前抗争我头破血流的时候，傅崐萁没看到哦。那拉着韩国瑜喊这个话的时候，蓝营支持者当然过去8年来认为战斗力不够，在立法院很弱势，没有战力。而现在国民党突袭立法院，过去怒吼啊，什么各种画面，上百支持者声援啊，等等的，到底欠的是什么呢？当然有一个形容媒体说是欠一个严清标嘛。当时在王金平当院长的时候，竹溪台之战啊，争霸战，其实李胜峰委员亮哥都是经历过这么多在立法院的各种冲突里头，如何在立法院里面为了议事、为了议题可以展现战力，才是国民党重新再站起来取得选民认同最重要的关键嘛。那所以当谁能够拿到院长这个席次，也许对于整个议事的运作来讲，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却对蓝营有最大的象征意义啊。民进党呢，王世坚过去是长期的柯黑啊，他现在反而喊话，白营要跟绿合作啦。他说，既然你自称柯文哲你自己自称是墨绿的话，那在政治的终极理念上就要跟我们殊途同归。所以呢，我们大方向一样，跟我们合作。连柯黑大将都喊话，是不是代表民进党一直不停的在跟民众党招手，包括入阁啊等等各种的资源吗？柯建铭当然是你讲话最重的啦，他批评这个8席是没用的8席，但是他也喊民进党的国会失去优势了，未来的立法院恐怕主战场民进党不再有优势的席次，天天都要打仗。而赖清德在党内的一个中常会会议上面也跟大家下军令，说一定要强化行政院、立法院跟党中央3方平台的沟通，才有办法及时掌握所有议事的规程或者是最后的发展。好的，那么柯文哲在立法院的龙头要挺谁？现在还是个问号啦哦。那各种的说法喊话说要有回应啊，回应他们的改革诉求。那现在国民党这边也回应啦，但还是没有松口，是不是要挺谁？那就看他怎么决定。如果光以台中的例子来看，2024总统大选，在民众党得票呢是有达到了30.05%，算是最接近赖萧跟侯康配的一个地区。那这个地区刚好也是蓝白示范区最感觉气氛最好的地方嘛，所以在民众党的台中市党部的主委江和树就说了，未来民众党认真讨论过立法院要绿白合，而江和树也说看好4年后柯文哲又要跟卢县院合作，所以现在就是阶段性吗？那他们喊出来，先跟民进党合，以后再跟国民党合，这样子是有办法合吗？亮哥来看看，现在从立法院新科立委们所谓要展翅高飞，光党内还有很多的这个议题正在，包括立法院还在争霸当中，谁能够当龙头还很难说。虽然亮哥你已经料定，应该大致已经底定了吗？也没有啊，没有哦。不，因为这民众党如果真的支持绿白合啊，就看出这个政党完全是一个混乱愚蠢的政党啊。你当初蓝白合，你还可以捞到副总统嘞，好几个部长都是你的嘞。你现在绿白合，你捞到什么啊？可笑我跟你讲啊，你绿白合立刻就被人家等同于时代力量第2那接下来赖清德就开始丢出一些，就拉拢你民众党的人入阁嘛。我就不相信你答应绿白合之后，你柯文哲还能够阻挡。比如说我随便举例，他可以拉张其禄去中选会啊，拉赖香吟去劳动部啊，你怎么阻止？请问你怎么阻止？还有民众党的一些学者啊，你绿白合你就变成小绿了。我跟你讲，你还要选2026啊，笑死人了
哦，你就去搞好了啦，就让人家看出你的愚蠢啊、混乱啊。蓝白合你拿到天下柯文哲拿到副总统，搞不好还捞到行政院副院长还有一些部长结果现在搞到尤其跟我支持你啦，那分一点部长给我们，搞不好都是负的哦，这是可笑极了啦。所以我认为那个谢龙介讲的对，如果早上投票民众党就是投给游锡堃那下午国民党就全部投给黄珊珊。就让你，就是你们两个喝咖啡就送你做堆嘛，不要那边假意玩什么，哎呀，早上投给游锡堃，下午投给这个江启臣，笑死人了！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搞政治的啦，要这么权谋，大家都来搞权谋啊！你早上投给游锡堃，下午国民党立刻变盘，通通都可以投给黄珊珊。我看你。民众党要不要监督潜舰国造？就这样啊，你就玩真的嘛，通通都给你上这堆啊，就是这样嘛，所以要玩政治啊，你不要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就是好像大家巴西来决定一切，没有这种事啦，这个真的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要走得理直气壮啊，要不然你就都投给自己，彰显自己的自主性啊。那未来预算法案你不一定支持绿或蓝，这样一致啊，不然你就跟蓝的结合，你就是纯在野党，那就比拼你跟国民党谁问政问得好嘛，谁监督得好嘛。我并不认为国民党有几个人能够赢过黄国昌啊，如果真的是比拼问政监督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那边搞乱的说哎呀，我早上投给游锡堃，下午投给江启臣，那这是什么路线啊？你告诉我啊！这个除了展现你的权力之外，你凸显了什么路线？没有嘛，只是展现说我有巴西我可以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就是这样嘛。那我就不跟你玩，我下午通通都投给黄珊珊，让你们上这堆啊，让你绿白合啊。我跟你讲，民众党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真正的绿白合。因为他们就没有话讲了。我跟你讲，他第一优先是投给自己了，第二优先投给蓝白了，那第三优先就是我们讲的投给绿跟蓝啦。最后一个就是绿白了。因为他就不能够让选民明目张胆看到我在绿白合啊，你就道德破产、路线破产、竞选完全说假话、破产到底啊！所以你早上投给游锡堃黄珊珊就准备当副院长了啦，就是这样啦。我认为这样玩才玩得彻底啦。补充一下谢龙介的说法，他是说，如果上午真的民众党支持了游锡堃的话，那下午的话，国民党应该立刻开会决议投自己，表态不接受羞辱式的副主席，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让所谓的副院长再由他们来决定江启臣，这意思了。对，所以自己选我自己，好像我就选我自己啊。那你这样2席都变成民进党了。就民进党投给谁，你的策略比他好，是不是？不就是民进党投给谁，谁当选嘛。那你这样就会变成一个笑话嘛。是，所以你蓝白加起来是远远超过民进党嘛，结果搞到最后正负都是民进党，对，那不是笑话吗？真的。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应该再奸诈一点，全部投给黄珊珊或者黄国昌。黄国昌让他留在问政的这一边呐，因为最想跟绿的合的就是黄珊珊啊，那就让他成真嘛，对不对？委员怎么看呢？现在因为民众党动向未明，那但是选前讲的好像跟选后的不一样啊，选后讲说要以理念、国会改革为主，大家来回应啊，不回应的如果还支持的话，他也无所谓吗？你觉得有所谓吗？当然有所谓啊，我当然无所谓啊。假如大家那么在意的话，柯文哲的票从哪里来？柯文哲的票讲话最大的特点，这除以15不是柯文哲讲话像月亮啊，除以15不一样啊，在乎吗？不在乎。所以一个人的性格是一生的胜利累积而出。因为我曾经用这样的方法，我应付过关，到时候笑一笑有没有？他也安呢，那就结束了嘛。我们有讲过，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立法院也好，在政坛也好，本来就是要狡猾如狐狸，凶残啊、凶猛啊如虎豹，
就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问题上我分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先讲这个韩国瑜的那一段话，我很抱歉，哲学境界蛮高，这要靠你来解析。我马上解析。我听不懂。我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啊！我终于有用了。对，这个靠你哲学都有用，靠你哲学来解析。我中间很尴尬，我听不懂，对吧？那第二个呢？王世坚的讲法就是摆出了一副政治就是狡猾，就是利益交换嘛。所以谁能够赢得到最大的好处，我付出一点代价可以啊。你要当副院长，我给你啊；你要当部会首长，我给，因为执政权在我的手上嘛。我就开始跟你调啊，你心不心动？不心动则己息。然后呢，心动以后你放心，一张嘴，两个嘴唇，要怎么吹，要怎么变，他有的是方法啊。这现在就拉回到议长的这个选举，我认为刚刚呢这一个阿亮的警告啊都是对的，应该民众党不会蠢到在第一阶段呢就亮票了。不会，这是亮给的应该在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呢，只有两组候选人，这院长2个，这个副院长2个都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国民党没有第3个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是要投的。这时候怎么投？他们党团可以做很多事啊，一个是下令我们投自己，让他们2党自己结，这是一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下令，我们要支持投给谁，党来做决定，就是这样。第3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吗？党团决议，党团自主啊。党团决议的结果，假如是开放投票呢？你告诉我，把名单打开，喜欢韩国瑜的有几个？喜欢国民党的有几个？不喜欢国民党、不喜欢韩国瑜的多或者是少？我借开放投票之名嘛。秘密投票之名，最后这跟我民众党无关嘛？会不会发生？开放投票，我为什么？这党的第2阶段，我第1阶段听党的嘛。第2阶段我们党团决议开放的，除非柯下令不可以，柯会不会下这个令？不会，我不知道。我知道黄珊珊喊过团进团出，但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不，喊过的都不算数嘛。他已经不是喊过说我4大改革，民进党一句话不说话，也不说一句话。可是呢，国民党说我支持啊，然后呢，说过说我们光这个传播有回应吗？回家刷牙比较快啊。所以很抱歉啊，在这里我们在猜什么？我们不如用狐狸的性格，不如用利益的性格来看这样，不要把他唱的高调啊。因为所有的政客要干尽坏事之前，一定要唱高调，因为没唱高调就没有正当性嘛。但是唱高调，一方面是让自己有正当，一方面是要将别人的军嘛。结果被将军的人说我同意。那现在呢？照道理你应该马上回应才对啊，还要讨论什么？要加第5个条件、第6个条件吗？是吧？所以在这些里面呢，我只有简单的结论：当王世坚发出呼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狐狸，有实力的就是虎豹，欠缺的就是狐狸。那么小党要生存，我不用道德的角度去看它，就是用狐狸的角度去看它。第一，他一定不会在第1轮去投民进党，因为一投当场这个党是挂掉的，因为你从头在骗我们嘛，对，从头是在骗嘛，是吧？所以大概还不会蠢到那种地步。遮遮掩掩的，第2阶段再说。第2阶段党团自主，怎么样？自行投票啊？那你说谁的票会比较多？答案出来了 ，OK。听起来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讲的话，我们认真就输了，是这样吗？没有错。哲学解析，我这个左右两边的耳膜都快破了，他们都很激动啊。他们实际上有参与过政治啊，就是说我稍微解析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盛峰兄啊，他讲的那个是在我们哲学中叫做马基维利了，对啊，马基维利，你必须要狡猾的像狐狸一样，你凶猛的像狮子一样啊。这个民进党的柯建铭确实是韩国瑜说的老鹰了，在底下就是说了狐狸老狐狸了他捡那个小鹰掉下来后，就把它藏起来，慢慢这个是很明显。为什么呢？就是刚刚这个盛峰委员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说呢，他讲的几息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刚刚我们盛峰委员的国语听起来要稍微翻译一下。是，他本身台湾国语，他本身讲的意思是说，这个叫做王世坚的，给你略施小利啊，你就乖乖就范呐。哎，你就那位，你刚刚提到讲说什么中委会主席什么的，这些人都是土蛋啊，祖宗烧了高香变成立法委员啊，突然一下发觉不得了。我觉得呢，这个整体来讲，刚刚听到2位的分析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比如说想起来啊，有一位也是政界的老前辈啊，叫朱高正啊，他留下一句名言啊，他政治就是高级的骗术啊，高明的骗术。我跟你讲哈，原来啊，就是我们选民已经容忍柯文哲到什么地步，就是他可以变。他可以乱说话啊，他可以被人家讨厌的话呢，他自己乱讲他心里要的，然后事后又不认账，那个2亿美金到现在都没有交代啊，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啊。但是现在突然下，他认为，春过了无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我要请大家强调一点，我今天听到你们讲法，我一直在笑的原因，我在嘲笑自己，因为我本身是教哲学的，我对于政治还有一点期待，有点理想，知道吗？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战争与和平的选择，那不大家都在讲这个话吗？黄国昌也在讲说民党贪腐啊，还拉着馆长在一起讲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本身来讲的话呢，那个欧贵之讲的，这是一个博雅与低俗的之间的选择啊。我觉得这里面说了大实话的人就游锡堃了，游锡堃民主时代不要廉耻啊！如果不要廉耻，你们讲的都对，根本就不如他。游锡堃啊，书上都讲要什么礼义廉耻，从现在开始我也不要廉耻了，那可以吗？不让他比赛不要廉耻啊，对不对？快了不，行，不是快了，我绝对不会了。但是我们这边是清流，千万不可以沉沦。我跟你讲哈，因为这不沉沦，因为我自己本身跟年轻人接触，现在年轻人本身就。这个价值错乱到什么地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再讲，因为昨天我们还在聊了一下，对不对？价值非常错乱的情况下，跟我们的政治所表现的非常有关了。因为我这几次坐在亮哥旁边的，他都越讲越激动，耳膜都快破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个民众党本身在柯文哲底下，但是我跟你讲，亮哥，你可能要失望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总统制的国家，不是内阁制的。他们这些委员、立法委员如果说王世坚略施小惠啊，像你讲的这么清楚的话，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人格把自己的信用都卖掉，既然都可以，民主时代可以不要廉耻，所以我觉得游锡堃啊，你不要打包了，你留着吧，你留着继续不要廉耻吧，是比较好的了。问题是小草真的会买单吗？我还是相信不过大家是有王世坚预测自主判断柯文哲通常都错了。真的，乌龙王吗？他讲，我跟你讲，柯文哲是变的了，柯文哲1+1+7，1下墨绿的，就常常在变的了。